今天要来看公寓。Hello， 大家好，我来到加拿大13年，搬家次数超过13次。今天就来和大家谈谈我在加拿大生活的租房经验。我现在就以下几点一一说明。第一，区域的介绍。卡加利市呢，基本上分为4个区：东北、东南、西北以及西南区，其中又以西北和西南区的生活环境以及治安比较好。首先，西南区是早期白人移民的旧区，也是富人区，100万加币以上的豪宅比较多。这里有一所大学，叫做皇家山大学 （Mount Royal University）， 而西北区是大学区，包括了卡尔加里大学、SAIT 理工学院都在这儿。因为这区的小学到中学排名都名列前茅，所以很多华人的移民都选择住在西北区。第二，租房的类型。房屋的形式和之前我做过的买房视频介绍大同小异，主要包括了 single house 独立屋，有院子有草坪的房子， townhouse 排屋，Duplex 一般是2户相连建筑在一块土地上， Triplex 一块土地盖3户人家， Condo Apartment 一栋大楼里的小单位等。第三，租房讯息的来源。在加拿大西部省份 BC 省以及我居住的亚伯达省之内呢，主要的租房网站包括有 Rentfaster、Kijiji 以及卡尔加里市华人租屋讯息的网站，还有当地的中文报纸等，也都有更新的租房资讯。此外，一些卡城团体的脸书社群里也可以找到租房的相关讯息，当然也可以透过身边的朋友或同事转介绍租房的消息。第四，租约种类。一般来说，租房子分为短租和长租2种，而有些租房也可以日租或者是月租，但是目前因为新冠疫情影响了这种形式的租房。如果你刚移民来 Calgary 卡加利市，或者派驻在这个城市工作，大部分会选择长租房。长租房合约以1年期为主，不过现在因为经济不景气的关系，很多公寓出租的期限也可以缩短到半年。第五，租房要求。在加拿大卡加利市租房需要提供合法的个人身份识别证，例如驾照、永久居民的枫叶卡、加拿大护照或者加拿大居民证。同时，大多数的房东或物业出租公司的人员会要求你提出薪资收入证明、工作单位的参考资料，也就是 reference， 例如你工作的直属主管的姓名和联络方式，来确认你有稳定的收入来源。最重要的是你的信用记录，有些房东会要求你提出证明 credit check， 因为在加拿大有个人的信用体系，只要有关金钱交易，对方都会查看你的信用分数。除了租房子以外，买车、买房都需要提供个人信用记录，所以建议加拿大留学生以及新移民们来加拿大的初期就要累积好良好的信用记录，这样在加拿大学习生活才能顺风顺水。另外，有些房东也会要求你提出在职证明，如果没有的话，也可以提供学校给你的入学证明以及你的银行存款证明。第六，注意事项。在找房子的过程中，难免遇到一些不好的事，我以个人的经验提供大家一些建议。首先，找房子的时候必须注意租屋广告的细节，例如房租是否包含了水电和暖气费用，租房里是否有洗衣机、烘衣机，还是必须和其他人共用。有些公寓也设有投币式的洗衣房。此外，如果你是想租独立屋的话，在签约之前一定要问清楚房东是否必须在冬天铲雪、夏天除草等相关房客责任，否则以后会和房东有纠纷。还有最重要的一点是，在看房子的时候一定要检查屋内的水电开关是否
正常运作，同时看看有没有一氧化碳和烟雾侦测器，以及在天花板上是否设有火灾洒水器等。最后要注意的一点就是租房的定金了，大部分房东会要求你多付1个月的定金，也就是确保你不会破坏他的房子。一般在签订租房合约的时候，除了第1个月的房租以外，你必须额外缴交定金。当然，有些房东或物业管理公司也会提供一些租房定金的减免优惠。另外，有些房东会在签合约的时候要求你购买租客保险，并且提供以保险的书面证明。这个租客保险 Tenant Insurance 的保险范围涵盖了自然灾害，例如房屋淹水或火灾、意外事故，比方说被偷、被抢等租客的损失。保险金额就看你想投保的理赔事项以及赔偿额度而有所不同。有些出租的房东也要求你投保一定理赔金额的房客保险，因此在租房子以前一定要仔细阅读租屋的条款。第7，房客权利和义务。在房客租了房子之后，房东就不能随意进出租房。如果房东必须进入你租的房子，基本上必须给你至少24小时的书面通知，并且取得你的同意才行。房东也必须提供修理租房等服务，同时确保租客的安全。而房客最基本的租房义务就是必须维持租房的完整性。怎么说呢？也就是当初你租的房子是怎么样子，退租的时候也必须完璧归赵。如果租屋有任何的损坏，房东会要求从你的定金里扣款赔偿。所以在交屋的时候，一定要检查任何租屋的状况，并且留下书面或照片证据，以免以后退租的时候和房东纠缠不清，甚至拿不回你的定金。在加拿大各省都有房东和房客的相关法令保护双方，同时也有一些协调房东和房客的非营利机构。我会把相关的网站链接放在视频下方，提供大家进一步参考。以我居住的亚伯达省为例，省政府的网站里就有租房的相关法律说明，同时也有一些房东房客协调机构可以寻求协助。第8，个人经验。我刚来到卡加里之前，先在网络上找了一栋独立屋的分租房间。因为在台湾住的都是公寓，我一直梦想着要住在独门独院的别墅里。后来我又陆陆续续住过低收入公寓和20几层的电梯高楼大厦，也住过双拼的独立屋和排屋。后来因为年纪和生活形态不断的改变，所以又改租公寓 condo 或者是高楼 apartment。 如果租客们不想劳动的话，但是又想拥有自己的独门独院，那么排屋 townhouse 就可以是另外一个选择了。当然也有一些华人在加拿大买下独立屋后，就把前后院的草坪改造成石头铺盖的院子，那就不必除草了。不过因为卡加利的冬天很长，积雪也很厚，所以一般来说在租屋的时候，房东都会要求你在冬天的时候帮忙铲雪。因此很重要的是，如果你想租独立屋的话，必须在签约之前确认你的房客义务，否则一旦住进去之后，恐怕会和房东产生除草、铲雪等责任分担的纷争。好啦，以上就是我在加拿大生活10几年的租房经验，希望对您有些帮助，也欢迎您在视频下方留言分享您的看法。谢谢您的收看，我是粉红天平，欢迎订阅我的频道，并且打开小铃铛。如果你喜欢今天的影片，请帮我按个赞吧。祝您健康愉快，我们下次再见喽，拜拜。